林婉儿回到金陵，回到紫金山庄之后，一直没有出过门。学校那边课程很满，但林婉儿已经对学校感觉疲累。当初之所以要去金陵大学读书，主要还是为了寻找以及接近叶晨。后来叶晨找到了，他又与叶晨分享了所有秘密，学校也就变得可有可无了。从日本回来之后，他的情绪陷入了消沉阶段，感觉自己已经无力再经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。他便让邱英山帮忙打招呼，以生病需要休养为由，向金陵大学提出休学的申请。有邱英山的关系，学校领导自然秒批。于是林婉儿便在紫金山庄足不出户。一转眼，时间已经过去数天。这些天里，叶晨和林婉儿几乎一样，他一直待在香榭丽温泉的半山别墅，也不曾出门半步。这段时间他也一直在尝试闭关，但因为心思太重，所以闭关的效果并不算好。他盼着李亚林和林婉儿能给自己带来好消息，但李亚林汇报的进度一直不太乐观，林婉儿则一直没有任何消息过来。就在叶晨闭关这些天，李亚林已经从澳大利亚飞到了华夏。他在澳大利亚没能追踪到唐四海的踪迹，虽然他知道只要全力挖掘，一定能找到线索，但那无异于大海捞针。大海捞针，针就在大海里，不是捞不到，是代价太大，甚至非人力可为。为了不浪费时间，他决定放弃澳大利亚，以华夏作为切入点。破案其实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，难度的高低就在于筛选的基数。任何案子都是人干的，不讲道理的说，把地球80亿人口全查一遍，肯定能查到想查的人。但问题就在于，没有谁具备这样的筛查能力。别说80亿人口，就是80万，也很难做到彻底的筛查，只能是几遍粗筛再细筛。要是粗筛没漏掉还好，一旦粗筛漏掉了，那后面所有工作几乎白费。李亚林从警多年，也并非什么案子都能破，有些案子就是无论怎么查都破不掉。当他用了几天时间都查不到任何与唐四海有关的线索，他就意识到唐四海的防范程度以及他背后团队的专业程度都非常高。再这么查下去，1年半载也未必会有什么进展。于是他回到国内，见到了苏若离。在苏若离的帮助下，他带着何家人以及伊藤家的忍者，对萧初然一家3口离开的线索进行侦查。如果说在澳大利亚查唐四海，就像在茫茫大海中查一叶扁舟，那在华夏查萧初然一家3口，就像是在一堆绿豆里面找一颗特定的绿豆。李亚林感觉压力山大，却也只能一辆车一辆车的查起，只是这个过程会无比漫长，所以他也提醒叶晨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。不过一切倒也不是没有机会，他同时也把唐四海以及萧初然一家3口的影像资料投喂给了 AI 模型，结合地网系统，在全世界进行布控。只要这4个人在地网系统监控范围内露面，就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。叶晨虽然心急如焚，但也知道这种事情根本急不得，便也只能接受现实。至于林婉儿那边，他倒是没再追问，因为他本身也没指望平日里学校和家2点一线的林婉儿能帮自己找到早已经离开金陵的萧初然。而此时萧初然一家还在南太平洋上飘荡，在大洋上航行是十分枯燥的。好在轮船上的硬件非常舒适，吃的喝的几乎都是世界顶级食材，可算是让萧长坤和马兰过足了瘾。又经过几日飘荡，萧初然一家终于抵达了位于法属波利尼西亚象峰群岛中的一个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岛。这座岛早在7、8年前就已经卖给了一个硅谷的大佬，大佬也斥重金对这座岛进行了重建，使其成为了一座硬件设施极好的私人岛屿。这座岛屿不但有自己的码头，可以停靠中型游艇以及水上飞机，甚至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型机场。机场跑道将近2000米，可以起飞轻型喷气式公务机以及固定翼飞机。
萧初然一家是在公海时离开货轮，转乘一架水上飞机从海上起飞，又抵达这座岛屿的。落地之前，当飞机俯瞰整座岛屿的时候，马兰和萧长坤都看傻了眼。肉眼可见这座岛屿就很不一般，有码头也就算了，甚至还有自己的飞机跑道。码头此时停泊着一艘中型游艇，跑道的尽头处也停着一架豪克比奇生产的双发涡桨公务机空中国王350。这架飞机经过改造之后，最大航程足足有将近5000公里，能从这里直飞夏威夷岛，加一次油就能飞到洛杉矶。在岛的北面有一套造价数千万美元的豪华住宅，整个住宅临海而造，推开门便是沙滩以及绿色的玻璃海，景色比起马尔代夫也是毫不逊色。这套豪华住宅便是安承熙为萧初然一家准备的。为了尽可能的与世隔绝，这座岛配备了光伏、风能以及潮汐能发电，搭配超大的蓄电设备，可以完全实现电力的自给自足。而且充足的电能还能驱动岛上的海水淡化装置，解决岛上的生活用水，所以水电都完全不用依赖外界供应。这里距离货轮的运输航线有几百公里的距离，所以物资补给也相当方便，只需要在中途与货轮对接，便能得到大量的物资供应。当水上飞机在水面滑行，直至在码头停稳的时候，萧长坤和马兰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从机舱跳了出去。几名佣人恭敬地走上前来，为首一位中年华人殷勤地说：“萧先生，马女士，欢迎二位登岛，我是你们的管家宁小龙。将来你们在这座岛上所有的饮食起居都将由我来负责，您二位叫我小宁就行。”萧长坤看着码头另一侧那艘豪华游艇，忍不住问：“小宁，那艘游艇也是我好女婿安排的吗？”宁小龙早就收到指示，于是便微笑说道：“没错，萧先生，不止这艘游艇，跑道上的飞机也是叶先生安排的。游艇是方便您和马女士出海游玩，飞机是用来应对紧急情况的。”萧长坤激动得直搓手，但很快良心发现，喃喃道：“叶晨这到底是骗了多少钱？万一被抓住，该不会要枪毙吧？”